上侧血胸，左侧多发性肋骨骨折，肝脏挫裂伤，基本上可以结案了。今天晚上，局部地区夜空将上演一出罕见的超级血月奇观。 喂，小张。孔法医，刑侦的手里说投毒那家伙好像在家附近。孔法医是吧？孔法医，你说。血月与机器人的撞击，并挂着深信是因会验室的大家小姐及其自己主人是危险经历，孔法小姐溺水后失忆。小姐，你醒了！坐下。 我怎么喘成这样？这是哪儿啊？我怎么在这儿？怎么都不记得了？小姐，他是谁？他们又是什么人啊？怎么都穿着古装？你是在叫我吗？小姐，你不认识金主了吗？这是哪儿啊？ 既然醒了，便跟我走一趟吧。本官疑你与此案有所干系。来人，是。走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你们谁呀？没搞清楚跟我走！放开我！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干嘛？我们家小姐可是孔府二小姐孔七七，你们这样成何体统？他怎么知道我叫孔七七？不会吧，真来古代了？小姐姐，我不是你嘴里什么孔府二小姐，我是小姐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老爷是当朝赐福，我已经让车夫通知家里了。 弟子帮你脱罪。脱罪？我脱什么罪啊？我有什么罪啊？你搞错了吧你们？小姐，孔二小姐，请吧。这群古人办事怎么一点流程都不讲，太不专业了。小姐，等等我。唉，莫名其妙来到这儿，还成了嫌疑犯，真是够了。孔二小姐。 你如果不交代，你为何同死者同时出现在水中，就休怪本官不给令尊面子了。我也才来的好吧，我上哪知道去？你说什么？你们查案也要讲究证据吧？论人证，你们有谁亲眼看到死者是被我推下去的？论物证，你们的法医，不对，应该是仵作。你们的仵作有在现场发现与我相关的东西吗？论杀人动机，我为什么要杀他呀？就凭我出现在一条谁都能出现的河边，就定我罪，也太草率了吧！更何况，她还是个孕妇。胡搅蛮缠！怎么这么眼熟？琪琪，我的生日礼物。对不起，琪琪，你走吧。我真的是想这本书出版，如果有钱我就。琪琪，今天的事是我不对。不知悉，难不成你也穿越了吗？怎么这么眼熟？琪琪，我的生日礼物。不知悉，难不成你也穿越了吗？王爷，王爷，这位姑娘，你方才说你与死者并不相识，那你又如何得知死者有孕？你不觉得自相矛盾吗？哎，等会儿，不对，不是，我真的不认识她。死者怀孕也是我醒来无意识发现的。你们让你们的仵作一验便知。回王爷，方才情况紧急，仵作并未详细查验。事情紧急就更应该快速验尸啊！尸体落水的姿态有异，这个案件可能另有隐情。你如果溺水会怎么样？你，对啊，
人如果溺水，会下意识的扑腾。这个女尸双手抱着肚子，证明肚子的位置对她很重要。我无意按压女尸，她本应该充满溺液而柔软的肚子明显发硬。结合以上2点，此女怀孕的几率高达90%。他懂验尸？荒谬！你摸个肚子就知道人家怀孕了？蔡大人，有事吗？退下吧。是，王爷。有话直说便是。王爷，死者是您府里的丫鬟。既然如此，就更要查清楚了。孔姑娘，你所说的，都只是你的推测。到底是不是推测？你们解剖一下不就知道了吗？啊？哎呀，就是把肚子剖开看一看。王爷，就如你所说，剖开看看。王爷，这有所不妥吧？放心吧，一切后果由本王承担。是。蔡大人，这样验尸不合规矩啊！王爷，您看这……验吧，看看他是不是满嘴胡言。你来我来，这你来吧。你帮我记录一下。堂堂县府小姐，怎么会想仵作之事？尸表检查，女性尸体一具，身长164，头发黑，头皮完整。指甲缝里有东西，镊子。好。右手指缝有人体组织成分，生前可能与凶手发生搏斗。帮我照一下。口鼻腔及双侧挖耳道有明显分泌物，符合溺水死亡特征，具体死亡时间需要进一步确认。果然的发型也太碍事儿了。孔姑娘，这可是这个死者的手帕呀！我没那么多讲究。孔小姐，你这解剖方式我还是头一次见。王爷，尸体晕寒，您无妨。小心，别摔倒。孔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奇怪，我是溺水后来的这里吗？为什么他也在？该不会我们是一起穿越来的吧？怎么记不起来了？该死，他是故意装作不认识我吗？难道我溺水和来到这里都与他有关？难道我溺水和来到这里都与他有关？算了，还是先给自己洗头罪名吧。这第一个盘子是我从女尸的指甲缝里发现的新鲜的人皮人肉，证明她生前与凶手发生过激烈的搏斗。像这样，我的双手上面都没有被抓伤的痕迹，可以洗清我的嫌疑了吧？这孔姑娘方才晕倒，怕也是身体羸弱，看来是本王多虑了。至于这第二个盒子，我想就是她拼命护住肚子的原因吧。腹中的胎儿已经成型，至少应该有4个月以上。那这是何物啊？这第3个盘子啊，是我取出来的胃内容物，现在还能看出来是一些没有消化完的莲花糕，应该是在他死亡之前2个小时吃的。就是1个时辰。好了，尸呢我也帮你们验了，人真的不是我杀的。九王爷，蔡大人，我就不奉陪了。孔姑娘，
夜深了，本王送你回府吧。为什么他会在？谁知道你是人是鬼？就不麻烦九王爷了。今日初见，这孔二小姐确实和一般闺秀大不一样。既然如此，就查查吧。是。王爷，该喝药了。禀王爷，昨夜我们才查到小婉是年府上的丫鬟身份，今日京中便传开你与她不清白。与人私通，出台暗劫，最后杀人害命，就为了栽赃一个没什么存在感的王爷。那就怕栽赃只是顺带，这其中另有隐情。那，属下继续探查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老爷，先喝茶。不喝。老爷，这事儿可不能就这样算了。验尸这种阿杂之事他都能做，以后还怎么得了啊？老爷，你可得管管呐！这就是我古代的爸妈。影响了他自己的事儿是小，我们孔家其他的姑娘以后该怎么活呀？哎呀，看样子是要挨训了。反正也不是真的，管他呢。哎呀，出了这样的丑事啊，你还满不在乎你？够了！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你知错吗？我有什么错？我还是受害者呢。再说了，郡主不都派人告诉你们事情缘由了吗？我这时呢？好。来人！老爷，奴婢派人来宣旨，请二小姐去西王府。回来再休息。请我？这个家伙怎么阴魂不散？孔二小姐，请你查案的圣旨可是本王求来的。我谢谢你啊。这是什么？本王近日的行程。给我干嘛呀？今日坊间传闻，与本王无关。哦，册子上写的很清楚，本王6个月前便去皇陵为师母祭扫，2个月前方才回京，所以那腹中胎儿，本王不希望有什么误会。你等一下，我今天没出门，什么坊间传闻我也不知道。奴婢知道。今日京中都在传，说雨院那具女尸是王爷的相好，是王爷。王爷，时辰到了，我去给您取药。小姐，奴别出去等了。我是真不知道这件事儿。再说了，你有这个东西，交出去不就行了吗？干嘛？孔小姐有所不知，穆知县，你该死！装什么可怜？小时候不是很机灵吗？府里就这么一点事儿，弄得京城人尽皆知。我看你是越活越回去了。你是谁啊？你是谁啊？哇，刚才那一脚，他看见气管里了。你起来一点。光天化日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你是谁啊？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害死他？吾乃本朝太子。你又是何人？光天化日的行事如此放荡，该死！我呸！该死的是你吧？
就算是杀人凶手，也要给他辩解的机会。更何况他被人陷害，你身为兄长，不辨是非，枉为人兄。你看看，他差点被你害死。大胆，信不信我砍了你？今天无不杀，但若是穆之熙再做出有辱皇家威严之事，吾定送你下去陪他。哼，穆之熙也好自为之。你没事吧？何妨？看来你头发都烂了。穆之熙，你怎么混得这么差呀？你说太子不会真的砍我头吧？那倒不会，但是下次不可如此了。你还想有下次啊？方才你用的法子倒是新奇，我不曾见过。它就是一个急救的办法。你要是想知道，我教你。像这样，放在旗上面2指，然后左手握拳，右手包住左手，这样用力拉，你别乱动啊。高二小姐，好了，可以了。哎，你别。王爷，查到了。哎，是沈家。咬过来的瓜子。空儿小姐，方才之事，只有他们2个人，能行吗？柴胡的身手一个人去都没问题，你就把蔡洛南当做看戏的吧。气氛组？提刑司拿人，你还敢还手？提刑司又怎样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要么束手就擒，要么挨打。小爷我还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，给我把这个男人婆收拾了。哇，柴胡好厉害呀！上！好你个男人婆，你给我等着，我回去告诉我爹去。我爹不必了，你爹已经派人去请了。明日公堂，我希望你能去一次。我也就能帮忙验尸什么的，这问案的事儿，我去干什么呀？蔡洛南说的沈家虽不是官绅，但却和朝堂之上牵扯颇多。若没有实际的证据，就没有理由抓他。你可有什么办法，能证实沈家公子是孩子父亲一事？要是能做亲子鉴定就好了，但在这儿 ，DNA 什么的肯定不行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有办法。王爷，人抓到了，身手没退步，也就比你强一点吧。沈爵，你与人私通，害人性命，你可知罪？蔡大人，您在说什么？学生听不明白。不知蔡大人所言，可有证据？若是为了洗清旁人罪责，无端诬陷我儿，就是闹到刑部，我也是不怕。沈员外不必如此叫嚣，不若我把刑部尚书任安也请来评理，看看是否栽赃，也让他看看沈员外是如何扰乱公堂、无视皇亲的。如果上次验尸时脑海中出现的片段是我本来的记忆，那我究竟是怎么来的，又要怎么回去呢？这样看来，验尸可能才是关键。法医之责，为生者全，为死者严。你放心，我会最后为你和孩子撑一次死。沈爵，你是说你不认识本王府的下人？你们王府门高院大，会一介布衣，怎会认识你府里的下人呢？倒是有些个婢女小厮，整日围着王爷转，
论嫌疑，王爷不比我大。王高富的伙计已经证实，你连着1个月，每2日就会和小婉去糕饼铺买上半斤梅花糕，你还抵赖？啊，原来是他呀！不过只是看上他几分姿色，欺了几分。我沈爵风流一世，这也能算是证据。诡辩！来人，拿下！是。你们难道还要屈打成招不成？放开我！放开！退下吧。仵作已经证实，死者的右手4个手指处都有凶手的皮屑。那这4指抓伤，沈公子该如何解释？孩子可是你的亲生骨肉啊！你们有证据就拿出来，东掰西扯的，我这像是猫抓的不行吗？哼，猫抓的，你们家猫可够大的。本官问你，千秋宴当晚你在何地？禀告大人，千秋宴当晚，我与家父家母在云苑等烟火，家中的仆人和云苑的人都能为我作证。如此，倒是我冤枉沈公子了。只是那日云苑，本王的人说拾到了遗物，众人皆说是沈公子之物。今日沈公子在，不妨帮本王辨认一二。不是沈公子的，自当物归原主。沈公子，你可要看仔细了，这可是你的东西。这是何物？本公子不认识。亲生骨肉，沈公子当真不认识？沈公子，我肚子里可是你亲生孩子。也是，毕竟这孩子是我亲手从母亲肚子里取出来的，您自是没见过。不过呢，孩童4个月大了，取出来的时候，心还在跳着。沈公子，你可知滴血验亲之法对未出世的胎儿也是有效的？你说我们要不要试试？柴胡，替沈公子验血。不是我的错，不是我的错，是他得寸进尺，仗着肚子里的孽障，狮子大开口，说把这件事情弄得刑部侍郎谭大人知道，我与他家的婚事是我父亲好不容易求来的，他该死啊！我只是不小心推了他一把，他就掉进河里，没2下就断了气，不怪我，不怪我，他该死啊！沈爵，一人私通害人性命，证据确凿，给我押下去，择日宣判。父亲救我！父亲，救我！父亲！娘亲，我今日结识了一位姑娘，验尸技法精奇，若能留在身边为我所用，你的死因或许很快就能找到验证之法了。王爷，孔七七确实是孔家二爷之女，自幼跟着孔家二爷在老家长大，2年前过继给孔相才到京城。至于验尸一技，孔七七确实跟着当地仵作学过一段时间。乡里妇女对此有诸多非议。知道了，时不我待，那就本月群臣宴吧。父皇，孔大人，小人多知。吃，就是多吃。这不是晚宴吗？不容易的。你造孽呀！官家也不知今日为何，非让我带你一同前来。哎，
官家，前几日云苑溺水案，幸亏有孔大人的二女儿大胆出手，案件才能快速告破。有如此优秀的女儿，孔大人可谓是功不可没呀。哦，竟是如此，孔卿。哦，回官家，此案乃刑部上下和九王爷协力破获，小女实属侥幸，微臣不敢居功。站起来回话。对，不敢。你身为闺秀，整日与尸体为伍，成何体统？与尸体为伍怎么了？实在是有辱斯文，有辱斯文呐！有你过。竹青，父皇，孔七七，朝堂险恶，既然你已卷入其中，便留在我身边，与我并肩一程吧。父皇，云苑一案，儿臣对孔家二小姐一见倾心，还望父皇赐婚。云苑一案，儿臣对孔家二小姐一见倾心，还望父皇赐婚。你坐下。你怎会看上个如此上不了台面的女子？小九，君前无戏言呐！你确定你说的是孔二小姐？我原本想着，孔二小姐聪慧果敢，正直善良，虽为女子，但亦有济世之心。弱水3000，只取一瓢。儿臣自知身体不济，恐不能与家人白首，唯愿余生与心悦之人携手，还望父皇成全。哎呀，这好好的说什么丧气话啊！父皇，哎呀，看来是朕的小九长大了，也是成家方能立业。好，朕允了。谢父皇。莫名其妙来这个朝代也就算了，还赶上御赐婚事。穆知县，我救了你2回，你居然要娶我，你这是恩将仇报！我不管，你现在去跟皇上说你是骗人的。孔二小姐，可能你不相信，但我说的句句属实。我就不信，我逃跑，你还能把我逮回？哎呀，我看姑娘今日有血光之灾呀！哎，贫道有把桃木剑，可驱灾避祸。所谓剑赠有缘人，不如这把剑就以50两价格赠与小姐了。50两？还赠我？送你。我看你像50两。姑娘，我看你胡子都没有长好，手不手骗子的精英法子啊你！啊！快，去把小姐找过来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看来你是要离家出走啊！我愿助姑娘一臂之力。小姐，老爷和夫人正找你呢。你回去！你回去！小姐，客官慢走。姑娘聪慧过人，竟是今日第一个把我识破的。我古月认定你这个朋友了。来，喝一杯。这就是你说的安全的地方啊？那是当然了，就没有比我这红冰楼更安全的地方。你这个江湖骗子说的话，我也能信？朋友不过是一些江湖手段，小再提，小再提。哎，喝酒。你等一下，你是说你知道很多江湖手段？那你真是问对人了。江湖百晓生，正是在下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交定你这朋友了。二小姐被红冰楼的东家带走了，老夫和二小姐为你们试问。是。那这位白晓生朋友，那你一定知道关于一些走出京城的路喽？离开京城，拿着户籍去官府办个路演，完了陆路、水路任你挑选。我说的不是这个。那你什么意思？啊，你没有钱，要不我给你。我是说，有没有一些朋友刚好呢？他们知道一些可以弄假录影的办法。哎呀，造假录影是犯法的。哟，不是，二小姐，老爷夫人请你回府。
不关我事啊，不关我事。鸿宾楼的道士老板，京城谁不认识？又在这坑蒙拐骗。二小姐，请。这就是你说的安全的地方啊！我，吉时到，新妇入门，迎亲，迎亲了！打鼓动！真是强抢民女。请上。画满。这孔二小姐满脸不情愿，这婚事不简单呐。可不是嘛，王爷求娶一个次女，还有反抗的余地吗？拜仙灵。验尸验出的感情，可谓是生死之交啊！蔡大人，我们王爷今日大婚，莫要说些丧气话。饮喝锦酒。牵手引入洞房。这么逼我，我就不动，看能怎样。牵手引入洞房。让你逼我，我就不动，看能怎样。这新娘子是喝多了不成？怎么跟木头人似的，一动不动？今天高低让你出点丑。你干嘛？入洞房。沉死了！要不然我这木之熙还没回来，赶紧跑了得。夫人要去哪儿？拜过堂，喝过合卺酒。夫人该去正堂迎客了。我不去。爱谁去谁去，反正丢的又不是我孔七七的脸。你果然不是孔家的二小姐。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你若真的是孔家二小姐，又怎会不担心孔家上下的60几口人呢？毕竟抗旨逃婚，可是要满门抄斩的呀。穆之熙，你到底什么目的嘛？你那天说的话，3岁小孩都不会信了，好吧？云苑一案，儿臣对孔家二小姐一见倾心，还望父皇赐婚。那你觉得我能有什么目的？当然是图……穆之熙，你干什么呀？其实本王有一个案子需要你的帮助，但此事事关重大，如果不把你娶回家，本王不放心。穆之熙，有你这么求人的吗？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态度。不就是验尸吗？你给我一具白骨，我一样可以验。正是白骨。白骨就白骨，你现在把白骨给我拿到这儿，验完就放我走。此事还需徐徐图纸，你且稍安勿躁。不过有一事本王不明，你为何如此想要离开？我自然有我自己的道理。哎呀，跟你说不明白，你这王府有没有尸体呀？我找不到我想要的东西嘛。验尸，什么尸体都行。嗯，这有何难？本王同蔡洛南说，往后提刑司的案子，你皆可参与就是了。就这？当然，本王的身体你也知道，倒是你，不会对本王起什么心思吧？迎客。白
士一具，年龄40左右，死因钝器所伤，左侧第2根肋骨有轻微骨折。女士一具，20出头，窒息。奇怪，上次验尸就能回忆穿越之前的事儿，这回为什么没有新的记忆呢？难道不是因为验尸，还是说对尸体有要求？静竹，坐这帮我包虾。烦死了，都验了这么多具尸体，怎么还是这些线索？真烦！看什么看？你有意见？不，我特别欣赏像你这样能吃的姑娘。哎，不过你验尸究竟要查什么呀？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要到哪里去？感觉你要看病。哎，对了，那天你被抓走，没事吧？没事啊，就被逼着成了个亲。啊？成亲？原来你上次逃跑是为了逃婚？那可真是太可惜了。我还想着，如果是你家中有什么麻烦，看在我俩投缘的份上，我还能去提亲，刚好救你于水火。你作为报答，你就陪着我浪迹天涯，多好！小雪，哎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王妃，王爷有急事。穆志燮，你怎么找到这儿了？京郊沈家别庄发现了沈万两的尸体。沈觉他爹。小雪，哎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王妃，王爷有急事。穆志燮，你怎么找到这儿了？京郊沈家别庄发现了沈万两的尸体。沈觉他爹。是。那还等什么？走啊！本王的夫人自是不会有什么麻烦。至于浪迹天涯，若是她想，本王也能陪着她，就不劳烦公子费心。哇，真够晃眼的。哇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吧？可不是嘛。这得是多少人的梦想啊！谁说不是呢？哎，王妃有什么吩咐啊？蔡大人，你可真够贫的呢。多谢夸奖。你们两个说正事。蔡大人，你是说沈万两是被这堆金子压死的？沈家下人交代，沈万两昨夜的时候传了一次扇，进到房间就一直没出来，直到今天早上还没有动静。下人们觉得奇怪，一推门便看到这么个场景。这么看也看不出来个什么。蔡大人，叫你的人把这些金砖的位置标记好，然后把金砖和尸体一起抬回提心司，我们进行下一步检查。好，来人，就回去。这。这些日子辛苦了。还好吧，要是能有收获就更好了。什么收获？童年讲不清楚。怎么，你也怕喝药啊？也不是怕，只是幼年时养成的一些习惯罢了。王爷，回城的路被堵住了。
怎么这样啊？这是怎么了？这怕是江南水患的流民来了。怎么会如此突然？江南路远，水患的褶子昨日才递到京，这怕是第一批受灾逃难的百姓。你们这是怎么了？给点吃的啊！大爷，给点吃的！让开！给点吃的！你们让开！给点吃的啊！给点吃的！让开！茶果！正好。茶果，你等我！茶果！站住！王爷王妃，下官来吧。柴胡姑娘受伤了，我们先给她包扎吧。柴胡慢点。柴胡，你伤得这么重，一定很疼吧？你忍着点啊。带回去，仔细审。是。带回去。是。好了，柴胡，回去记得静养几天，然后勤换药。好。还有王爷，他也受伤了。进来吧，我帮你弄一下。这也没什么事儿啊，柴胡，帮我拿下药。忍着点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没怎么治过活人，下手重了些。柴胡，你笑起来真可爱。王爷，属下轻浮了，一时失态。王妃，柴胡不爱笑，下次不会了。你一点都不轻浮，要不是我没听你的话，你也就不会受伤了。这点伤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，我还以为你会去救他呢。王爷他……柴胡，王爷毕竟是男子，即使再瘦弱，这种情况下也比女子有自保能力。就他？我还以为他只会占点小便宜呢。今日受到了惊吓，你是回府还是去提刑司？提刑司，我倒要看看一个沈万两背后到底有什么。这也是在现场发现的？老朽也不知这银锭是何时出现的，我给你查一查。这块银锭并没有记录在册。即便如此，你带回去让蔡大人好好查一查，说不定与凶手有关。是。验尸吧。好。死者面部呈紫干色，不排除机械性窒息的可能。根据尸表、尸斑及尸体腐烂程度，再结合沈家别院管家的证词，初步判定死亡时间是昨日戌时。身体其余受伤部位无生活反应，为死后伤。王妃，稍等一下。这是为您准备的刀具。哇，这么快就做好了？老朽不敢，是九王爷。啊？那天王妃给我图纸后，王仵作，九王爷，这是何物？回九王爷的话，这是王妃要的解剖刀具。这图上的器具做工精细，草民大多不知道，实在难办。给我吧。是。那属下先行告退。好吧，那我就敬你一口。开始吧。穆之熙，3年前你说你要当一个作家，说2年之后我们就结婚。好，我等了你2年，那2年你有表示过吗？还说你父母需要时间接受我的职业，我又等了你1年。今年呢？你还有别的借口吗？七七，你听我解释啊！我听你解释什么？3年又3年，我等你求婚等了6年，我这是你骗鬼了吧？你知道，你是不是嫌弃我是个法医？七七，穆之熙，我们分手吧。七七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走！
我知道了，是这些。他和我一起来了，那我溺水和他有关系吗？到了吧，往后不再用了。王爷，您的意思是？今日之事，若是我，琪琪也不至于陷入危险。但是如果要停了，官家和太子那边想必会……我心里有数，要继续熬，不露出马脚即可。抓住的那些流民，可有审出什么？杀手并非江南流民，家中原有一姐姐，被拍花子拐跑了。今天早些时候，有人告诉他王妃就是那幕后老板。那姐姐已遭遇不测，才有了后面的事。借刀杀人吗？出门备车。王爷这是要去哪儿？去接七七，不可让她再陷入危险。王妃，你可是不舒服？这扳指是我从沈万两喉咙里取出来的，他一辈子为富不仁，到头来却被这金子给噎死了。你说，这算不算是罪有应得啊？这银锭就是在那堆金砖里发现的，仵作老王还说这不是从现场带回来的。我觉得你可以带回去，好好查查这背后的事儿，说不定有新发现。这扳指有问题。5年前春节，藩邦曾进贡一批宝石，官家命织造司打造了一批扳指，分给了几位老臣。你爹有一枚，那这戒指，但这一枚是刑部尚书的。夫人，可有验出什么？七七，你怎么了？七七，今儿个怎么了？你看看，都是你最爱吃的，醉虾、醋鱼，你快吃啊！古月，你好像从来都没有烦恼。我若烦恼，麻烦能解决吗？那烦恼有何用？既然无用，要它做什么？有心事，宁愿先与外人倾吐。七七，我们如此疏远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有一个相恋多年的爱人，但是他这个爱人好像做了伤害他的事儿，后来他又遇到了他，他现在好像对他又很好，你说他要不要原谅他？为什么不呢？可是他伤害了他呀。你也说了，他伤害了你。朋友这个事儿只是可能，既然是爱人，那有什么不能摊开来说的呢？或许你朋友以为的过去是个误会呢。真
的是误会吗？那他是不是也都忘记了？回家。吴志羲，您会伤害我吗？我是说，如果有一天……不会有那么一天。回家查案子吧。所以现在的情况是，那些金砖是在沈万良死后才压在身上的，而他真正的死因，可能是被一枚属于任安的扳指所噎死的。那枚扳指是御刺，但所有的证据全都指向任安，会不会太明显了些啊？确实如此，任安乃朝廷重臣，拿他问案不可轻举妄动。哎，明日任府刚好有场宴会，帖子前几日就递到了府里，到时候你陪我一起去。不过还有一件事，我那天在验尸的时候发现了一枚银锭，但是在金砖里面发现的。我去查了提刑司所有的记录，都没有发现这枚银锭，只怕是有人刻意放进来了。或许……柴火，那批银两出现了。哎，七七，此事不能告诉任何人。柴火。爹，娘，那批香烟终于出现了。这些年，我改名换姓，苦练武艺，就是为了给你们报仇。我想无本之辈，无缘之水一样活着，连想你们的时候，我都无处祭奠。娘，快了，这一切都快了。你们打仗，为了实现每一个人，为家族平反。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如此莽撞！我屠杀上下20几口人命，别怪10万将士的性命都悬在这批银子上。这么多年从未现世，你现在叫我如何冷静？如何？这背后之人既已出招，我们等着便是。敌人再爱我们再明，早晚有一天能揪出狐狸尾巴。那王妃呢？这件事，七七既已是我的妻子，也该让她知道这件事了。毕竟，要调查母妃的死，终究绕不开这件事。收拾好心情，别让那些人抓住把柄。说好一起来查沈万良的案子，结果到现在人都不知道去哪。哎，来了都1个月了，能想起来的东西就这么点儿。少姐，什么这么点儿？哎，那不是九王爷新娶的王妃吗？是啊，就是她。可惜是年纪轻轻的，看上九王爷这么个身子。哎呀，别胡说，那一位是你能说的吗？要我说呀，那王妃自在那云苑出事以后，她就整天跟尸体为伍。哎呦，太晦气了。那日以后啊，这王妃就不再是活人了。哎，主，你们众位夫人，在这说本王王妃的小话时，可想过有朝一日，汝等也可能和仵作打交道？
众位夫人在家中主持钟馗，想必一定十分繁琐复杂。那想来是不想让自家官人觉得诸位整日清闲，才有空在这里无事生非。再者说，仵作一职，替生者言为死者语，所知所学哪里是简单的呢？三位夫人如此言行，难免有些无德无望。还不快下去！下去！九王爷言之有理。王妃这几日在我们三司可是出尽了风头啊！刑部的仵作还说着要去提刑司向王妃讨教讨教呢。想必这就是与沈员外关系匪浅的任大人吧？久仰呀！下官今日身体偶有不适，还请王爷王妃海涵，由卓京替下官好好款待二位。王爷王妃这边请。走吧。柴胡，七七。任夫人打扰了。王爷，王爷，鱼院失火了！鱼院失火了！有一股胡麻油的味道。王爷，王妃，可有伤亡？院中发现一具尸首。来人，抬上来。是。好了。你把他搬过来了，现场怎么办？弟兄们急着救人，所以就……大哥，都烧成这样了，你救的什么人啊？这就是七七吧？云大人，来了，果然是个胆子大的。不错。舅舅，夫人，快见过舅舅。你我成亲时，哎，先不忙着认亲。满朝皆知云院对于你意味着什么。此事若是冲着你来的，恐怕舅舅不必过于担心。到底是意外，还是有人故意为之，尚不清楚。苍罗南，可查出死者身份？由于尸体烧毁的太严重，尚无法分辨。不过我已经派了一队人马前去查今晚值守的下人是何人，但疑点众多，怕是得劳烦王妃了。好，恐怕今晚要辛苦夫人了。谢谢你今天说的话，听着还挺顺耳的。今日所言全为心里话。我就去看现场了，你和舅舅再叙叙旧。蔡大人，带路吧。走吧。你知道现场在哪儿吗？你就去。哎呀，怎么就你话多？快走。主子，都处理干净了。最好是再和上次一般，我就要你们的狗命。是。滚！就凭你们也想查我李怀？希儿，那药你是真不能再喝了。老舅舅关心了，已经不再喝了。老夫劝了你10年，如今竟是想通了。身体不好，有怎么保护我的人呢？到底还是长大了呀。哎，你大婚怎能如此之急？不等我闭关出来呀？舅舅出关的日子我可以慢慢等，但娶妻回家，我却是一点都等不得了。您总劝我要放下当年之事，这么多年了，您闭关的日子却一年比一年长。我这不是刚刚悟道，略有所成。舅舅，3日前沈万两被发现死在家中，有人给我们留下了一块当年失踪的那批银锭。如此，您还要闭关？都他娘的找上门来了，还闭个手！那明日我便带着七七去叨扰您了。嗯。
这便是发现尸体的地方。正是。这现场也太草率了。夫人，看完现场了？我想再看一眼尸体。来人，是。哎，夫人，这是我命人准备的绸带，方便你验尸的时候收束衣物。还有一副手套。来，还合适吗？好了。发现尸体的位置有股胡麻油的味道。尸体的背部与草坪接触的地方没有被火灼烧的痕迹。尸体表面的痕迹与活被烧死的完全不相同，所以尸体定是死后扔到鱼院，然后再放火焚烧。所以鱼院的火恐怕不是意外。夜深了，王妃该早些休息了。今日先行回府，以免累坏了身子。王爷真是体贴入微啊！看好尸体，再有像上次沈万两的事，你知道后果的。哦，走吧。舅舅，明日见。你们俩看好尸体啊！是。哼。尸体发现于火灾现场，皮肤表层完全烧焦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天是我原本定的交稿的日子。琪琪，对不起，我忙着交稿，你别生气。3年前你说你要当一个作家，说2年之后我们就结婚。好，我等了你2年，那2年你有表示过吗？你还说你父母需要时间接受我的职业，我又等了你1年。今年呢？你还有别的借口吗？不是借口，琪琪，我计划着今年。别说了，我不想再拖下去了。无法意识吗？琪琪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琪琪，我已经报警了，别误会。你很会验尸吗？不如你喝完这个，给自己验验尸。是我一直误会的，原来他一直都在我身边保护着我。这些我一定会让你想起来的，我要带你一起回去。这些，王妃。走，快走！这些。琪琪，你怎么了？怎么突然？不突然，早就该这样了。夫人这话的意思是？以后你就知道了，我会让你都想起来的。想起什么？你先让我下去，我要去验尸。哦。你追我做甚？他们俩光天化日有伤风化，我今日定要阻拦他们去。你。
蔡大人看够了吗？对，是王爷和王妃都已经成婚了。王爷，哎，是我脑子不好，忘记了。我已经仔细查验过尸体，尸体的面部呈大面积烧伤，所以没有什么可用的证据。但是尸体的胃部未发现炭末，所以是死后烧伤。云苑不是第一案发现场，这一点昨晚已经在现场求证。但尸体的脏器呈大范围衰竭状态，不排除有中毒的可能。具体情况我已经和仵作做了记录，他现在正在对比是哪一种毒物。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能证明死者的身份？有，死者的背部烧伤较为轻微，所以能看到左侧左肩上有一块黑色胎记，大概这么大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查。哎，等一下，死者的背部因为没有被烧伤，所以留下了一片残留的遗料。我看着像是昨日宴会上任安所穿的款式。是他？你先差人去查一下人府，若无收获，再去京城那几个大的布庄查查。那沈万两的案子怎么办？先查了再说。是。哎，你跟我来，你保护我。你是说生前烧死与死后焚烧有很大区别？是啊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他是死后才被人焚烧的？对啊，如果是生前烧死，人会因为火焰温度过高而紧闭双眼，眼角就会出现鹅爪形的纹路。鹅爪形的纹路？哎呀，我演示给你看看，就像这样。哎，你刚才紧闭双眼产生的纹路就是鹅爪形纹路。然后，如果是死前被烧，人的整个呼吸系统还有消化系统，就是鼻子，然后口，再然后就是喉咙，以及下面的胃部，这些就是消化系统的组成结构。手脚了。那个没有，你是不是该？哦，那是当然，就是不知道夫人可是要求。你快走，你快走！丢死人了！我干嘛闭眼睛啊？琪琪丫头，那日你发现的银锭，并不是普通的银锭。19年前，我率10万大军到北漠交战，朝廷军饷迟迟未到，前线却传来消息，说我的副将陆衡同皇上胡家勾结，私吞了20万两赏银。上朕下令严惩。因此，陆家、胡家被满门抄斩，我军大败，连小溪的母亲也因此受到了影响，一病不起。这没多久就走了。我打了败仗，便回京走了虎符，领了个闲职，才知道当日抄家并没有在陆胡两家找到这20万两小银的踪影。直至今日，这笔小银的下落也无人知晓。按您的意思是说，那个印记是属于那批小银的？睡前正如舅舅所言，当年胡家大部分生意都被沈家接手，才有了后来富甲一方的沈家。只是有一点，舅舅说的不对，我母妃的死并非病逝。只是有一点，舅舅说的不对，我母妃的死并非病逝。哎呀，
林老头，我说你这关闭不了多久吧？啊？楚道士，你来这儿干嘛呀？我说今日饭菜比往日的香呢，原来你这是来了客人了。女娃娃，你不是这里的人。道长好眼力，我夫人并非京城人士。对，我祖籍青州的。女娃娃，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若是信我，7日之后你来云苑，林老头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我。走啊！啊，楚道士，你装什么神？弄什么鬼啊？林老头挂硬了是躲不了的。走走。挂，难道这道士知道点什么？岂有此理！官家息怒，父母息怒。堂堂刑部尚书，绝城的嫌犯，还被人灭口焚尸，这的江山已经乱成这样了吗？官家，审万两一案颇有疑点，任大人又突遭意外，两案颇为蹊跷。臣以为当务之急，应委任新的刑部尚书，将两案并案侦查，缉拿凶手。臣请旨升刑部侍郎谭大人为刑部尚书，负责此案。此事朕自有安排。官家，臣告退。父皇，父皇，你的身体，朕还撑得住。金殿街那边，儿臣已经在查了。哦，那就好。江南水患也不能不治，但江南官场错综复杂。这样，你择日启程去一趟江南，将此事办妥。儿臣领旨。什么？你要我查的白骨案是你母妃？正是。当年我尚且年幼，宫中记载的是母妃积郁成疾，不幸薨逝。但我查过其他资料，母妃薨逝那年，寝宫突然倒塌，之后就被封存，5年前才开始重建。而我也是从那年起身体突患恶疾，常年汤药不断。验白骨并不难，只是你母妃她葬在皇陵，我们该怎么验呢？此事虽不易，但也不是不能办成。待我仔细筹划一番。那好，既然你对此事心存疑虑，找到真相就是我们要做的事。柴胡刚查到一条线索，曾服侍母妃的婢女，生有一女尚在人世，找到她，或许就离真相不远了。不过，知县，你身体不好，真的只是突发恶疾吗？此事果然瞒不住你，我并非生病或是中毒，只是那一年服用了剂量有误的汤药，看上去生病无益，但若继续服用下去，身体只会越来越虚弱。早些年是不知情的，后来是担心太子得知此事对我不利，才没有把药停了。那你的身体？放心，如今已经停药了，不大碍了。王爷，宫中有人来谈旨了。怎么又多了几道皱纹？还是雪狼对我好。
往里面请啊！那走了，回见。哎，老板生意兴隆啊，对吧？哎，东家，御史大夫，我倒要看看他接不接得住啊。太子，老师，官家怎的派你去江南？江南水患，朝廷自是要派人前去的。让九王爷前往江南就藩的折子已经递上了2回，官家只是压下不义，今日又派了御史台的蒋大人赴任了刑部尚书，还直接封了九王爷为御史台大夫，负责仁安一案。也不知这官家是如何打算的。父皇的圣意，我等自然是不敢揣测的。哈哈，既然如此，微臣也不多言了。也罢，老夫修书信一封于你，你带去江南。倘若你在江南遇到什么麻烦，你便将此书信交与江南刺史，他是我的学生，一定会助力。吾多谢老师的挂记。王爷，鸿宾楼谷老板来了。他来做什么？见过七七了？没有，说是来找你的。找我？这不能进！对啊，找你呢。王爷，小的没拦住。你入府不递名帖吗？本来是应该的，但今日我觉得可以不用。好好看看吧。如何？我这名帖还需要递吗？为何如此？你猜我本该姓什么？当年之事，我能查到内容有限，还有一些是近些年李怀鱼肉百姓中饱私囊的证据。除了报仇，你还有何所求？我没有什么想要的。我只是想把他们交给能好好利用他们的人。至于报仇，我也没什么想法。人生在世，除了报仇，我想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。你倒是豁达，不然又能如何？尽人事，听天命。就像有的人错过了，他就只能是别人的夫人了。我告诉你，七七，王爷，王爷，出事了！东家，东家！查到什么没有？还没。蔡大人，鸿宾楼老板古月带到。好，下去吧。是。王爷，你们认识？不熟。认识。哦。周围百姓怎么如此之多？没有清场。发现尸首的是死者的婢女，结果受到惊吓，就惊了鸿宾楼的所有人。我们一到现场，所有人就都称是猫妖作祟。猫妖？无稽之谈。王爷，你看。王爷，此案实在离奇。王妃她何时能来？王妃近日操劳，尚未起身。我已经留了话，想必不多时就会过来。是。谁是古月？我是。拿下！为什么？哎，喂，你凭什么抓我？喂，哎，轻点。正好王爷在，官家有口谕。此案引起民间风波甚广，应御史台并提刑司一同办案，3日之内务必侦办此案。鸿宾楼老板古月有重大作案嫌疑，押入慎刑司候审。陆世熙，你帮我说句话。王爷，在下告退。哎，等一下。古老板和王妃是旧友，
还请各位多关照一二。带走。是。走，郭知县，快救我！我是冤枉的。你看什么呀？查呀！别动我，王妃。姬姬，救我！姬姬，快走！姬姬，你傻牛傻福，一定会没事的。你不必担心，我已经交代过了，想来也不会有什么危险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怎么就……红边楼出了一起命案，现场百姓众多，已经传言是邪祟作怪。宫中为了平息谣言，只能先将古月拿了。出点血，心肌萎缩，可怎么看都不像是猝死。真的这么巧吗？上次见你还是群臣宴，风华绝代，如今，你放心，如果你是被人所害，我定会为你找到杀人凶手。女性尸体一具，身长大约有5尺，年龄约22岁。除面部有明显抓痕，身体无其余外伤。开始验尸。亲爱的，我的生日礼物呢？没有。怎么没有？没有。真没有？就是我呀。就是你啊。知悉，我们的感情还是很好的嘛。哎，知悉，知悉，怎么了？今天要是累了，就早点休息吧。验尸的结果你都知道啦？蔡洛南正在写结案的折子。可是我觉得都太巧合了，好像被人安排好了一样。再说了，现在要伪造成猝死的方法有太多了。要是能化验就好了。化验？哦，就是做一些检查，只是没有什么合适的工具。你要是缺什么，就像上次一样画出来，我差人去做。若你真觉得有问题，那我就通知下去，先不报给父皇，我再陪你查一查。好。王爷、王妃，您这边请。这便是楚楚之前住的屋子了。前几日啊，教坊放了一批姑娘除籍，这楚楚姑娘也在内，这屋子便空了下来。吴妈妈，那从楚楚离开之后，还有其他人来过这个房间吗？除了每日得有人打扫，再没有人来过这房间。不过教坊是允许除籍的姑娘带走自己的私人物品的，这屋里也没有什么楚楚的东西了。那楚楚平日可有和什么人结怨？那可是没有。像我们这种身份生活本就艰难，哪有那么多过不去的仇怨呢？楚楚这丫头也是命苦，出身于官宦之家，父亲获罪，这才进了这教坊。人长得漂亮，为人又和善，这武练得也认真，不然呀，也不会成为这教坊的花魁娘子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年头楚楚认识了一位举人公子，这两个人呢，也算是琴瑟和鸣。但是后来这位举人公子没了盘缠，楚楚啊还偷偷塞了不少银子给他。那位公子感动的跟什么似的。后来秋维说是中了进士，要娶楚楚为妻，我这才将她放了出去。不然呀，这花魁娘子哪怕到了一定的年纪，我们想多留上几年，那也是常有的事儿。哎呀，早知道这样，我还不如多留上几年呢。
如今事情已经这样，那位公子可曾回来过？怎么没有？昨日还来了这儿呢，在楚楚的屋子里坐了1个下午。哎呦，这哭的呀，那叫一个撕心裂肺呀！你不是说除了平日打扫，再无其他人来过吗？老身这是忘记了。王爷，没有什么发现，但床下有一暗格，已经空了。这些东西我和柴胡都已经检查过了，这个香粉罐子和茶叶罐子看上去是在同一家窑烧制出来的，看上去比其他的东西更粗糙一些。那这茶叶呢？有什么问题？暂时还看不出来，它看上去就像是普通的茶叶和普通的桃花焙制出来的花茶。柴胡，帮我弄点热水来。好。琪琪，你觉得这件事还有什么问题？这个香粉里面有猫薄荷，至于这花茶，得泡开了才知道。王妃，小心，有点烫。果真是这样，这就是谋杀！死了！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？柴胡，你下午找的暗格在什么位置？空的，什么都没有，线索又断了。琪琪，无妨，我们再查便是。此事事关你的隐私，我就不进去了。我去找舅舅叙叙旧。既然来了，怎么还不上来呀？去吧。女娃娃，你来了。老道长，这是什么？和我有关系吗？此卦是我2个月之前所起的，上月15血月同7星连珠的天象，你该有印象吧？钦天监也得知此卦，太子正在寻找应卦之人。如果找到的话，要如何处理呢？这异究竟是异象异人，或者是异事之人呢？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会如何破此卦呢？那道长，你可有破解之法？这卦并无破解之法，但有5行相助，或可解天机。
一路回来你都脸色不好，究竟发生了何事？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，可以吗？五行相助，破解天机。王爷，怎么样？七七还把自己关在屋里吗？对啊，你们今日去云苑发生了些什么？一天了，静初嗓子都喊哑了，都没把人叫出来。你还记得王妃经手过的几个案子吗？嗯，念给我听。沈万两吞金案，小婉落水案，五行相助，五行相助，还有火烧仁安案，秦楚楚一案。从今日起，不准让王妃经手一切案子，尤其是和花草土木相关的。是。并无破解之法，但有五行相助或可解天机。那我又该如何回去啊？我刚才说过了，此卦不可破。至于你从来出来，回去出去，等时机到了，你自然会离开。如果你注定要离开，那就留在这儿吧。哪怕是一具尸体，也好过失去你。七七，不。我一定是原谅我，七七。被水冲走了，太好了，不用老夫出手，老天就收了他。尸首找到了吗？声势太大，我们的人还没有找到。不过按那个情况，太子必然活不下去。继续找，找不到我不放心。太子不在了，京中那些人也不足为惧，让他多活了19年，便宜他了。这样的天下终将会攥在我李怀手中。夫人，你请安心待在我身边。落花与晚酒无限，眉间点针只上演，却不懂凡尘如烟，就此看缘起。莫非我遇到那个人了？我不会让他离开我。我乃是星河状元，你们动有私刑，我定要在官家面前参你们一本。你最好提到你出去还是状元。今日既然把你请到这儿，就是有十足的证据。
吾与汝相识不过2月有余，而觉已过一生。相识未遂不美，至婚姻亦不谋之。然吾今身于子，一言不答。吾自幼丧母，与父兄亦不亲厚，得汝相伴，朝伴夕死矣。此母遗我物，于今赠汝，既知能待吾万亲。复留。臭道士，装什么清风道骨？分明就是骗人的！明明长得一模一样，怎么可能是2个人？七七，知悉，我以为你生我气了。怎么会呢？礼物收到了吗？嗯，那是母妃生前最喜欢的，你要替我保管好了。对了，秦楚楚的凶手找到了，蔡罗南正在审人，要一起去吗？去。走。哼，死到临头了还不说！是他。说，你是如何谋害秦楚楚的？没有，你是个笨人！王爷，见过王爷。状元爷，夹竹桃花，备制毒茶，再用猫薄荷引得猫咪癫狂，再把所有的事情都甩到邪祟身上，好计谋啊！你说，像你这样的人是怎么考上状元的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明白。什么竹桃？桃花便是桃花，怎么会有毒？蔡大人，状元爷渴了，看茶，免得他回头又拿这个参你。秦楚楚对你一片芳心，供你读书，你却一朝发气，害人性命，无耻至极！给我喝！我的眼睛！穆知悉，你以为秦楚楚的父亲是谁？19年前侍奉过云飞。你说什么？想听吗？这一本是我们从秦楚楚那儿带回来的，另一本就是从许怀清家搜出来的。若真如许怀清所说，那日杀手的目标恐怕不是我们，而是这本书册。那这里面一定有很重要的内容。母妃的死，也许……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太子在江南赈济灾民，被洪水冲走了。皇上，您没事吧？9月初9，云妃身体不适，口吐黑血。吾等从九王爷吃食中发现国文，未解。9月15，云妃身体日渐衰败，药石罔治。吾等恐命不久矣，解药之时，尚无头绪。这样。真相了，父皇，小九，你来了，来，父皇，小九，快差人去找你太子哥哥。小时候你与他最为亲厚，如今他下落不明了，啊！皇兄吉人天相，不会有事的。父皇，儿臣今日前来是来告状的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告什么状啊？等找到太子，让他为你做主。儿臣今日非告不可。好，那你说说，你要告什么状？儿臣亦告当朝首辅李怀谋害皇
放肆。二告李怀贪污降淫，使边关陷入10年战乱，百姓流离失所。3告李怀结党营私，鱼肉百姓。4告李怀卖官鬻爵，把持敲尾。你这是要做什么呀？告状！儿臣前几日查猫妖信案，查到了当年所谓母妃诊外的秦太医的女儿。父皇要由我来念给您听。也罢，有些事是该说与你听了。当年朕对你的偏爱，招来了李怀的忌惮。他担心你威胁东宫，你母妃整日提心吊胆，凡是你入口的东西，他都要亲自试了才行。李怀家中世代为医，有一祖传方子，名为百忧解。中此毒者，就算再少的毒量，身体也会一天天的衰败下去。要是妄至秦太医手札中所说的，定是此毒。只是其中一味药材已经失传，没想到竟给他弄出来了。云儿自知时日无多，怕李怀继续针对于你，便让秦太医开了一副大承气汤，用糖哄着你服下。至于那药的功效，朕见你今日身体康健，想必你已经知道了。你母妃撒手人寰后，李怀胆大包天，设计摧毁秦宫，伪造你母妃的死因。说起来，也是怪我。那些时日，只为想赢一筹莫展。等北方战事结束，我还沉溺于战事失利的忧伤之中，听信了他们说的小妹自称的鬼话，还觉得既病逝入皇陵，缺了我云家的颜面。老夫真是糊涂啊！待朕处理好前朝疑乱，平定边疆之后，也是数年之久了。所以呢，过了几年就没事了。追究不了，也不能追究。李怀此人心思深沉，行事小心。等朕意识到此事是他所为，这半个朝廷亦都是他的学子门生，如何动得？你是皇帝啊！皇帝，这江山岂是朕一人能够坐稳的？治国之道，又岂是是非对错、黑白善恶那么简单？小乔，你与太子不同，自小你就认死理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可你知道，李怀一党背地里贪赃受贿、买官卖官，可政务上该做的事情，他们一样也不少。若非如此，我们穆家的江山又岂能如此的稳固呢？谬论！若是如此，这江山不要也罢。小乔，小乔，既然这江山让你当了一辈子的懦夫，那我就信了这江山，看看能不能让你做一个合格的父亲。小乔。小九，这些年忽视了希儿。七七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些，你没事，真是太好了。宫中消息，太子失踪了，今日京中肯定不会太平。我让柴胡先送你回府，我和舅舅还有些事情要商议，答应我，最近先不要想安子的事了。那我在家里等你。好。希儿，舅舅，你别再劝我了。你以为舅舅就是这样的人？他李怀手中的血案，何止小妹一人？10万边关将士的性命，就是杀他10次100次都不够还的。大舅，都杀了吧。
飞的簪子。带他上车。走。顾法爷，那是连环头断案的嫌疑人。对，多亏了您的关键性证据，人我们就先带回去审了。李怀怎么会出现连环投毒？李怀投毒，对。知悉，我知道了，是李怀投毒。舅舅说的百忧解、尼姆芬中的毒，还有人案中的毒，都是一种毒。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我要再去验一次人案的尸。只要我们能在李怀的家里找到那种毒药做证据，那所有的案件就真正大白了，我们就可以定他的罪了。真相17，那是不是这个案子结束，你就要离开了呢？离开？那是道人所愿，这还要瞒我多久？那知悉呢？如果我回去了，他会恢复记忆，跟我一块回去吗？他从未失忆，谈何恢复记忆呢？更何况他本就是此地人，如何与你回去呢？穆知悉，你偷听！我说不偷听，又怎会知道你竟是这？仅仅是将我当做他人，又怎会想到你这些日子对我的好，竟都是因情之举？宫琪琪，我根本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人。我记得知悉的眼角没有这颗痣，真的不一样。柴虎，王爷，今日荆州事多，有你保护好王妃，我要让她离开王府半步。张嘴！饶命啊！大人，大人，饶命！大人，饶命！大人，饶命！大人，饶命啊！饶命！九王爷以官压人，强夺新科状元的妻子不成，杀人嫁祸。你应该去找官家申冤呐。事成之后，我会把解药给你。好，是呀。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穆知悉，穆知悉，你到底……穆知悉，穆知悉，你到底……古月，你被放出来了？对啊。我早就被放出来了，还请你参加我的除会宴。不过你家王爷醋劲儿可真是太大了。知悉他……哎，打住！我不是来告状的，也不是来听你解释的，我是来跟你道别的。我要走了。走？你要去哪儿啊？随便啊，天大地大，哪里都可以，反正我有的事情。孔七七，我可以带你走，你要跟我走吗？当然不行了。穆知悉现在的情况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。随便你，既然你不跟我走，那就江湖有缘再见了。等等，古月，我那个朋友他有了一个新的问题，他的爱人不仅没有伤害他，还救了他。那不是很好吗？他后来遇到了一个对他很好的人，但是这个人和他爱的人长得一模一样，但他们两个不是同一个人。他好像爱上了后面来的那个人，你说他该怎么办啊？这很正常吧？世上本就没有两条一样的河流，
也不会有2个一样的人。我想，你的朋友如此纠结，害怕自己被相貌所迷惑，但眼睛会被表象所迷，心可不会。可是，如果注定会离开他呢？毕竟，我还欠他一个谢谢和一句抱歉。如果你真的想留下来，你就不会想离开。七七，我们这一生不可能对得起所有人。问问的心，问问他，是想留在当下，还是沉湎过去？记住，遵从内心，他永远会给出最准确的答案。七七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我受伤之后就到了这个地方，一来就遇上银月溺水案。当时咄咄逼人的那个样子，真叫人讨厌。还有五行相助，或可解天机。五行：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溺水、吞金、火烧、中毒、倒塌的寝宫。我怎么没想到，金木水火土都凑齐了，我怎么还待在这儿？是因为最终的凶手还没伏法，还是因为我在记挂这里的木之息啊？或许真的是时机未到。既然如此，对不起，木之息，我觉得现在的窒息更需要我。